当 AI 被人谈得很风风火火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科技公司在谈的裁员，这个很讽刺。所以安华所推出的那些 NIMP 还是所谓的工业大蓝图，这一个或许有机会把马来西亚重新跟世界接轨。我们要做的是中端跟高端产业，或者是在上游的那一些产业，这会是我们需要在专注的一个点。嗨，你好，我是能杰。我是丽珍，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集的财经 Vodcast。那看到丽珍坐在我旁边呢，就知道说其实这一集的制作人就是丽珍， 对不对？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什么呢？我们要来2024年的股市布局。对，我们来聊这个2024年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投资在股市里面。其实除了股市之外，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面也聊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啦，比如说虚拟货币啦，然后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宏观经济还有整体经济接下来的方向要怎么去处理？对，还有我们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些什么？对。那么今天呢，你找到哪一位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呢？我今天就找到了我们 iFAST 就是易丰集团投资顾问的副经理Sherman谭成伟。对，其实之前我也看过谭成伟，也就是 Sherman 的好几次的访问啦。那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跟我们 BFM 财经合作，之前虽然不是我自己个人访问他，但是其他的同事访问他，他的表现都非常好，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聊宏观经济，还有聊这个整个经济的局势，他每次分析都非常到位。我觉得投资的话，我们一定要多了解哦。就我看到就是神们他在讲的时候，跟我们说所有的宏观，就是包括我们的基本面啊，包括我们的为什么那个投资方向要往这个方向，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条有理，你觉得吗？对，我也觉得。而且在提到关于说这个美联储就是接下来是不是真的会降息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都在心中的就是期待着。对。但究竟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准呢？是不是真的会降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看接下来的整个的经济的走势如何。我们也不敢100%的说接下来就会怎么样子，所以投资者应该还是就是我们说眼睛要睁大，对，要保持谨慎。那另外一个要保持谨慎的就是投资跟投机的问题了。对，这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就是投资真的是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然后你放的时间到底有多久，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要投资的。投机的话是短线操作，所以那个短线操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吗？然后你对那个产品的了解度有多深？所以如果真的没有那个知识的话，这样就去投资吧。是，其实我这样子几次跟你这样子对话下来，我发现说丽珍你真的是非常反对投机的，对不对？我觉得投机要有那个知识啊，就是你要对那个所谓的技术性是很了解的，你就可以去投机啊。了解，你个人是不是比较不认同炒短线的投资方式？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手的话，当然可以啊。可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真的是你有足够这样的那个知识水平吗？了解。那其实呢，我觉得对于2024年，大家都有很多的想象，那大家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如何去归纳以及整理这个想法呢？今天我们就真的是请到一位蛮棒的来宾，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邀请他出来和我们分享吧。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的就找到了 iFAST 易丰集团的投资顾问部的经理谭成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能杰你好。是，那其实呢，在之前你也来到我们 BFM 财经好几次啊，那其实录影应该是第一次吧？第一次，对，是，那就是我们做了 YouTube 影片之后呢，我们就想到说，如果要谈到2024年的投资，我们回顾过去很多的访问，我觉得找你来是蛮适合的，可以分享，对，是。好，其实你会怎样子看待一下目前全球经济的这个发展哦？那对于未来几年，你对于经济的增长还有这个通膨的这个预期，其实你有一些怎么样子预估或者是想法，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其实来到一个新的一个新世界，我们说 New World Order。过去其实投资者都已经熟悉，我们过去如果我们要找高增长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放在中国还是亚太区域。美国对我们来说是除了科技股以外，其实毫无看头。这是过去10年投资者惯有的模式。那经过疫情的冲击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
也在中共的架构上有更大的权力之后，其实很多东西很多规律已经被打破了。那这个平衡现在的是在2024年更应该要关注的是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降息，那什么时候降跟怎么降，是因为什么降是重点。那第二点就是通膨是放缓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基本上是已经被确认的一个 trend。那到最后就是美国或者是全球的经济都好，都会出现放缓的一个迹象，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换句话说，今年说其实这3个东西都很有相当微妙的关联。那怎么说？我们先把美联储放到最后来讲。我们先说通膨。那我们知道，其实过去的2年，因为俄乌战争啊，还是供应链中断的那些情况，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飙涨嘛。那其实这个是过去2年的主旋律。明年开始我们要谈的是通缩，就是你没有太通膨了，通缩会开始，反而是那个主要的名词。那通缩就代表着，其实每个人开始减少消费。因为过去我面对的是利率是在0的水平之上，我过去能够毫无忌惮的在花钱去买东西，还是买房子、买车子怎么样的。那在利率从0拉到去5，以美国来说拉到去5的水平的时候，我的 cost 变得昂贵了，生活成本也提高了。那我就会在花钱的时候，我再想多一下，想多一些，我需不需要花这笔钱？那这就导致了我消费开始放缓。放缓就代表企业的赚的钱也比较少。那换句话说，经济放缓其实就是通缩的一个制造出来的一个结局。那换句话说，美联储要等的是什么？这个情况就是刚刚好是美联储很乐见其成的，这是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在过去的2年内，其实美联储疯狂升息，升了差不多有11次，从0.58%拉到今时今日的5.5%。那疯狂升息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把通膨压下来，避免经济过热失控嘛。那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经成功，或许已经避免了 hard landing 的这个，或者是严重的经济萧条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它的就业市场相当的稳健，怎么样去打压都好，还是在制造就业机会。这个跟2017年、2018年特朗普当选过后所推的那个政策很有关系，因为就是尽量的不要再依赖外劳。这也制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你很难请到人。当每一个人都面对一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也请不到人，我也请不到人，我就会疯狂的去抢人才，我就不会的去 lay off。那这也导致为什么美国过去在疫情过后，其实利率怎么样去涨都好，就业市场还是很相当的稳健。那通膨已经压了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能源价格一直在往下掉嘛。我们看到中东国家还是 OPEC Plus 国家在互相的博弈，那博弈的后果就是能源价格在慢慢的往下滑，而且当全球放缓的时候，一直是中国老大哥放缓的时候，需求下滑，价格也跟着往下滑，这是必然的。那所以当能源价格一起下来的时候，通缩就是在所难免的。所以2024年要看的是有好几点。你的美国股市一直在往上升，甚至已经差不多也很靠近历史新高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能投资者就会说，你们说会有 economy recession， 你们会有经济衰退，还是 global slowdown？ 美国股市是在创新高的我好像找不到那个连接点。那过去2022年所掉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很担心美联储升息过后会把整个市场拖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局面，这一个恐慌被放大了。所以去年跌得很凶。那跌得很凶，后面的后果就是你跌得有多凶，接下来如果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的话，你就会弹得更加高、更加快。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点。了解，对，所以感觉上其实你对于明年很像还是蛮乐观的感觉，而且像去年其实大家都说可能会硬着陆，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会硬着陆，但是它也没有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听到了不断的有这样子的讯号传出来说，这个美联储它是会降息，但现在大家都在讲说美联储它发出3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讯号，但讯号归讯号嘛，对不对？它是不是真的明年会来降息呢？
其实你自己的预估是什么呢？那这样子来看，其实美联储的这个暗示，上一次降息就好像西蒙当时告诉你竞选宣言不一定要遵守的一个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以待。他还是告诉你说，我觉得照现在的情况来看，3次是可行的。但是明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是他后面的意思。OK。他为什么上个星期所经过的那个美联储的会议过后呢，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为什么？因为在9月份，当他告诉你他的预测的时候，他们只预测会把利率从5.5拉去5.1%，这个是2024年年底的预测。那在刚刚过去的会议上面所显示出的那个所谓的点阵图 dot plot 来看的话，利率会已经来到了4.6，就是说我们现在是5.5 ，forecast 是4.6，证明说起码有3次的那个降息的那个利率，3次多吗？是比之前市场所预期的来的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感得很雀跃，美联储终于放歌了，终于软化了他的立场。因为过去鲍威尔也告诉你的是不可能，我们很强硬，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会不计一切代价把通膨拉低，因为他们的功课是在2嘛。现在美国的通膨在3.1左右，所以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的。那我们的看法是，通膨也好，利率都好，都会比过去的10年来的高一些。就是说 higher for longer。我们现在有个新词叫 H4L，higher for longer。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在于市场要的降息来的更多。美联储说3次，我觉得目前为止3次。市场在 price in 的是5到6次，了解，这个落差很危险。因为今天我要的是6次，你能给我的是3次，所以就是说市场跑在美联储前面，那这个相当危险。就是说我们怎么乐观都好，我们乐观的点在于我们觉得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不需要过度悲观，还是能够找到一些 silver lining。但是当来到降息的时候，我们会劝告投资者不要太过乐观，因为有一句名言 "Don't fight the Fed"， 不要跟美联储对着干。所以当市场要6次的时候，市场跑得太远、太过热的时候，当稍微有一些落差的时候，市场就会开始出现一点回调，这个是我们在担心的几个问题。了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通缩这个问题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像中国，它就是面对了通缩，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比如说过去在中国，我们看到它的这些科技股都是大家都去追捧的哦，比如说阿里巴巴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在有一匹黑马跑出来，就是在通缩之后，叫做拼多多。对，所以因为拼多多它是属于比较下沉市场的一种消费的一种的一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嘛，所以未来你会不会也觉得说，不管在美国也好，或在马来西亚也好，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主题是比较是像是拼多多这种大家在谨慎消费过后的这样子的一种消费气氛底下出来的，或者是能够迎合谨慎消费的这种公司，是大家应该比较去关注的呢？绝对应该。我们好比说像所谓的市场的那个分类，你有高端市场，有中端，有低端市场，谁要去抢什么样的摊？换句话说，拼多多抢的就是中低市场嘛。是，它其实它的那个 strategy 跟比亚迪很像。那我们知道特斯拉在世界的 EV 其实是龙头老大。那你们知道在中国其实特斯拉是被比亚迪打的牙找不着牙嘛？是，对。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比亚迪很肯砍价钱，他肯你丢市场，他要拿的是 market share。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策略，市场的营销的策略，就跟拼多多其实是很大同小异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些公司想要找策略的时候，你只要能够把你的那个客户群锁定，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它就比较简单。像 Apple 像苹果公司，他跟你谈降价吗？我不谈降价，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你看 LVMH， 你看像 Dior 像 Chanel， 他们降价吗？他绝对不降价。所以谨慎消费代表着它还是有消费，只是过去消费的模式被改变了。疫情过后，很多模式被改变，广告的模式、经营的模式，还是成本控制的模式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疫情过后洗礼过后，迎来的是高利率的环境。迎来高利率的环境，你要怎么样去应对？我们看到过去我们以为当利息往上升的时候，美国那些巨头科技巨头会有很大的影响，
2022年每个人都在裁员嘛，那今年2023年裁员过后，迎来的是一个春天，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美国股市做得那么好，其实就是主要的7大巨头、7姐妹公司在后面的在支持往上推。了解，好，我本来想要继续追问你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拉回到跟我们比较切身的，就是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说中美贸易战其实看样子现在还是会持续下去，虽然我们看到说美国总统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是有在美国碰面了哦，但是他们聊了很多事情，聊了等于是没有聊一样，对，而且这个竞争还是持续下去，所以就很多人说或者是我们很多人发现说，很多的企业、国际企业，他们现在就转移阵地，因为为了要避税嘛，所以就来我们东南亚来找机会，想要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其实Sherman，你觉得这个会是我们的机会吗？它也是一个机会，它也是一个危机。怎么说呢？当你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好比说，我们打一个例子来说吧，你很心仪已久的女神突然间分手了 ，OK， 但是市场有那么多男生可以供她选择，你要怎么样站出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竞争对手还有泰国，还有菲律宾，还有越南、新加坡。对，我们要吸引的是谁？我们要吸引的是科技公司。那科技公司会怎么样去选？第一点，你的 infrastructure， 你的基本设备要有在。你的 human capital 是不是 ready？你的政治环境是不是经商环境是不是 friendly 的？这些都是会纳入他们的考量。那这一个国家，当我选择过后，会不会在5年过换政府？谁能够给我这样子的环境？我觉得，如果你对比东盟国家来说，其实新加坡是首推最好的国家，科技公司会选那边。如果你的行业是属于 labor intensive， 就是说比较依赖劳工的话，可能泰国、可能印尼的那些cost 会比较低一些。所以我们看到even though像特斯拉，当特斯拉宣布来马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好像都很兴奋。其实特斯拉设立的是 Salesforce， 对，他是把东西卖给我们，组装还是在印尼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我觉得投资者也好，选民都好，都需要有一个比较雪亮的眼睛，要能够去分辨马来西亚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语言，3语其实还是我们的优势，语言还是我们的天然优势。那政治环境我们在过去60年，其实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是相当稳定的，只是过去的这4到5年我们比较动荡一点。那这样来看，我们看到安华很致力的在招外资，那招外资怎么个招法？你答应人什么？你答应人家的那个框架是什么？你的扣税能扣多少？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在所谓的财政预算案，还是过去之前那几个预言，他们的那些新国家能源大蓝图还是 NET、NIMP 那几个，都会是马来西亚重新开始努力要跟全世界接轨的一个 effort。这样子来说，马来西亚过去的4到5年是属于停滞不前的，它在落后的。我们没有跟得上世界上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接轨。马来西亚想要 restart， 这是一个契机。那与此同时，你还面对着新加坡的竞争、泰国的竞争、印尼的竞争。那我们就要致力于过去马来西亚在过去20到30年，我们很引以为荣的槟城的 Banner Bus 还是他们的巴德高湾，都是我们所谓的马来西亚的硅谷。我们为什么今年的 AI 跑得那么好，做得那么好？我们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什么风浪这样，因为马来西亚所专注的在于下游产业。当 AI 风起的时候，上游跟中游产业，像台湾还是像南韩，都是直接的受益者。马来西亚好像怎么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在下游，所以我们要收到那个风，需要2到3年才会开始有 feel 到那个感觉。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feel 到，所以我们看到反而当 AI 被人谈得很风风火火的时候，马来西亚的科技公司在谈的裁员的，这个很讽刺。所以安华所推出的那些NIMP 还是所谓的工业大蓝图，这一个或许有机会把马来西亚重新跟世界接轨。我们要做的是中端跟高端产业，或者是在上游的那一些产业，这会是我们需要在专注的一个点。它会是一个机会。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其实我们有的就是所谓的相对来说，我们的政治环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好比说像日本，如果今天我是科技公司，还是像为什么巴菲特说，他要加大对日本的投资，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谈所谓的 onshoring 还是 reshoring， 就是说境内就是重新包装嘛。
以前每个人要 cheap labor 就要去找中国，中国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供应链自主，美国也跟你谈供应链自主，每个人都不想要把自己的工厂设立在对方的国家身上，就是我有自主权嘛，是我怕被你制裁，那我就要开始找替代品，谁会是最好的替代品？东南亚国家之外，其实不要忘记还有日本。日本在于基础建设、人文，它的 human capital， 它的境内投资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而且不要忘记，在80多年代、90年代，日本本身就是科技大国，所以这个契机也恰恰制造了给日本一个重新崛起的一个机会。对，了解。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好好思考说，究竟我们要如何去壮大自己，让我们成为这一个供应链转移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受益，这个是很重要啊。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外资快速逃离我们，比如说去北革别人的企业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多不利的这些负面的因素啊。那其实你刚才有提到关于 AI， 我对于 AI 这件事情，我是个人是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的，因为其实当我会比较多去看说，究竟它能够在企业还有个人的应用上面能够有多少。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影片或者是很多人都在聊 AI， 但是我在担心说它会不会被吹得太大，因为在实际的应用上面，坦白说，它还不是相当的智能的。我们必须很坦白这么说，只是大家一直在说故事。所以你觉得 AI 我们应该用比较谨慎的态度去看待它吗？它是否也会有泡沫化的可能呢？我觉得其实 AI 它泡沫化有没有被过度吹捧，有一些些。OK， 但是比起去年的这个时候的元宇宙比起来，其实还小巫见大巫。OK， 元宇宙吹得很大，蛮夸张的，蛮夸张的。现在真的是，现在谁还在讨论元宇宙？对，每个人都忘了，因为是高利率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忙着 survive 的时候，所以跟你谈元宇宙这个梦想。那 AI 其实是势在必行的。我换句话说，其实过去AI 是一个新的词汇嘛，它不是。其实 AI 就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AI 过去的10年，我们知道的 AI。就是所谓在我们的 Gmail 里面，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它会自动帮所谓的各大企业去筛选一些信息，让他们在决策方面比较好的做出一些决定。那我们称之为 analytical AI，就是分析型 AI。那现在的 AI 进入了新一个时代，就是说叫做 generative AI， 就是这个 AI 已经跟以往的不一样，它有自主思考能力，它有自己的创意。它能够自创，它有自创性的一个 AI， 它就会告诉你说，我只要给你几个点，你就把它，你就能够写出一篇文章。所以这个是 AI 的一部分。以后的车子就是 EV， 就是 AI 所辅助的嘛，它能够帮助你在减少 human error 的一个工具。那 AI 会是一个危机吗？其实如果它有被好好的应用，广泛的使用。其实它问题不大，但是立法管制方面就很重要。我要怎么样去限制 AI 的那个应用？就好比说我们当才说，元宇宙是一个很好的梦想，那还是像数字货币怎么样去应用？立法管制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解呀，是它还是有它的一定存在的风险跟必要性。对。但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去思考到说，就在我自己的行业里面去检视说，这个 AI 究竟现在占我们的整个智能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自己的行业，还有别的行业，它是不是都已经来到一个真的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或者是说它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够成熟了？所以这些是不是也都是一些观察的点呢？的确是。换句话说 ，AI 能够取代的工作，其实就好比说工作，我们分成2种。就是说 high value added 和 low value added 的一个工作。是。那 AI 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把 low value added 的工作帮你做完。high value added 其实就存在于你怎么样去决策，它还是需要人为创意、人为思考的。因为毕竟其实 AI 除了被所谓的 semiconductor chips 所驱动之外，人为的那个 sources 的注入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 AI 能够做的，它并不能够完成人类的版图，它只能够简化你。方便你，它只能够帮助你在做一些很不必要的决策的方面上来的比较快。好比说，今天我是一个编辑，我是一个报章的编辑，
AI 能够帮我做什么？它能够帮我写新闻吗？它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有判断的能力，我们也自己有思考能力。AI 能够帮我做的是，可能做检查错字啊，检查语法，有没有什么段落能够变得更简洁？它能够辅助。所以其实 AI 的应用应该是在于辅助，它能够取代的是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决策性的工作 AI 还是目前为止还是做不到的。好，我们来聊一下数字资产好了啊，就是加密货币啊，还有区块链技术哇，这个在疫情期间这个是非常热门的这个主题啊。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波动以及震荡啊。然后你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把 crypto 或者是把这个区块链技术呢纳入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我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呢，真的是去做了一波投资跟操作。现在我的钱基本上就是卡在里面，一部分卡在里面了。对，因为如果拿出来的话，就是真的是亏损嘛。然后，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其实像是这个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它又有一些的涨幅哦。所以，其实你会给我们大家的投资者怎么样子的建议呢？那其实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我们讲 digital assets 还是 cryptocurrencies 来说，它会是未来的一部分。它怎么说？其实，在投资者当它是一个未来的可能成为摇钱树的一个部分。那怎么说？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数字货币，它要挑战的就是所谓的传统货币。你会挑战到央行的权威。以后谁来发行 currency？以后谁来控制通膨，都是要被考量的地方。所以以长远来看，其实数字货币跟 AI 有一点像，就是说它是危机跟机会并存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既然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你想要我想要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个5%还是3% 的一个 exposure 值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考量，还是能够被考虑的。但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该告诉你说，我今天要的是投资5年到10年，5年后的今天还是10年过后的今天，你问我数字货币的应用会被更加广泛，我觉得答案是的。你们能够想象到，在2013年，其实在美国已经能够用 Bitcoin 来还披萨的钱嘛。现在你可以拿来还特斯拉汽车，是作为一个交易方式。那10年过后的今天，我觉得应用会更广泛。但是所受到的立法管制也会来得更多更猛。那如果你告诉我我是一个短线投资者，我要做操作的话，我要购买数字货币做一个交易，能够吗？当然你当然可以，但是它的波动太大了。数字货币在我们的学界里面被称之为 risky assets， 就是说它是高风险性一个投资组合。它的波动相当大，它主要是当市场感觉良好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涨。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到的是，就像现在这样子，对，所以你看到当纳斯达克在往上升的时候，其实数字货币也会一起应声上涨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偏好一个回来的一个信号。所以当美联储升息降息，其实也会牵动数字货币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今年当科技国大涨的时候，那其实所有投资者都是一样的一个 behavior， 就是说，当我能够取得12%的回酬的时候，我不会想我要见好就收，我要找15%，我要找18%、20%，那我要去哪里找？当 AI 给了我那么多之后，我都会把目光转去数字货币，它可能会是一个机会，那它也可能是一个让你亏钱的机会。所以说，短线操作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方面来看。对，所以如果像我这样子，就曾经因为它大跌，然后就停止，就觉得说好，那我就等它升回来。但是我这段时间，我就暂时先不要投钱进去。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就它蛮违背了这个所谓的长期投资的一个策略嘛。所以你认为说，像我们这种曾经被吓到的这个投资人，是不是应该还是就是不要这么害怕，还是可以重新考虑说，把一部分资产可能是闲钱啊，或者是我觉得说，就算我是亏损了，也不是很在意的这样子的一笔资金，可以持续的投入在这个虚拟货币里面。你要先问自己1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投进来的这个闲钱，你会用到它吗？如果答案是我过去的我接下来的5到10年内，这笔数目对我来说问题不大，还是对我完全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但是如果它是关乎于你的那个所谓的现金流的健康的话，那就不太建议。不太建议。对 ，OK， 对，了解。好，那其实既然谈到关于这个短线投资或者是风险投资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制作人这边有一道问题，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风险偏好跟投资的时间框架的时候，要如何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那个人的这个风险管理策略应该如何设定？特别是在现在我们有看到这样子多国际的这种变化，还有国内的因素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投资目标如何和时间框架跟风险偏好达到一个平衡呢？你会给我们什么建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2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 risk profile 是什么，就是说你的那个风险偏好在哪里。有些人比较 balance 比较平衡，有些人比较进取型比较 aggressive， 那你就要确保你投资的方式是跟你的风险偏好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要是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到就我买 90% 在买股票，我10% 来放定期存款，就跟你自己的偏好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很容易患上心脏病了，我觉得这样。对，因为你能够 stomach 的那个 volatility 是跟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成正比的，这个就会很有问题。OK， 所以当你在确定了你自己的那个投资的组合的那个比重之后，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你要问你自己，你能够投资多久？5年、10年还是5个月？它就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要买什么。因为如果我是5个月要用到钱的话，我要对标一个 benchmark，我可能就要对标成 fixed D，fixed D 给我4，我可能就要找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一个投资一个组合。但是如果我是能投资5年到10年，其实你看每个市场的 market cycle 的话，我们看美国像 S&P 500。标普500的话，就是他们过去50年的年均回酬在9到10% 左右。我们能够人人都想当巴菲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像巴菲特这样子持之以恒的去长期持有 ？Dollar cost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像定期的去定投嘛。那 Dollar cost 的点就在于你买的东西值得你 Dollar cost 吗？如果你在一个渣男身上一直在不断的在投资，你是得不到爱情的。投资也同理，如果你买的东西，你觉得它的那个基本面很好很良好的话，它只在接下来的1到2年内，它有一些问题，但是还能挺过这一关，它还值得被投资的。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贝格运动，贝格运动是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它会不会牵动到公司的基本面？如果答案是的话，那 dollar cost 就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总会告一段落，基本面还是良好的话，我就信念只要够稳定、够坚定，我就能够进行所谓的 dollar cost averaging。了解。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投资者呢，他可能是小白，或者是他本来有时间，他可以去 study 公司的基本面或者是经济的基本面，但是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一样，他可能突然间又变得很没空要忙于工作。那现在有一些的，比如说股市型的一些基金啊，或者是比较混合型的一些投资组合，那有没有哪一些的2024年你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方向或者是产品呢？我觉得与其我们说产品，不如我们说投资的方式跟方向。OK， 我觉得比如说我明年我要投资的话，其实投资小白有小白的好处。我好比说，现在你们可以看纵观市场，我们做一个访问，一个很有趣的访问就是说，比如说在华尔街投资的华尔街人，跟所谓的小股民投资的方向。搞不好华尔街的回酬率并比所谓的普通股民来得低。为什么？因为所谓的这些人知道的太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想的太多。所以当你在做很多投资的决策的时候，你会投鼠忌器，瞻前顾后。你就当我在投资的时候，我知道利率很高了，还是上 all time high 了，我是不是要再买，还是我要再等一等？寻常投资者。我不管，我就是要投资。投资是一个一生的事情，它不是一个1年2年的事情。我就买着，可能我过后我就忘了。但10年过后的钱，搞不好我过去的10年我买了 Amazon， 我买了苹果公司，今年我是赚到盆满钵满的。那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在于投资小白，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去管理你的投资组合。所以就很取决于你能不能够找到所谓的
有良好的 track record 或者是记录的投资组合经理，这个就很关键。那你们就也可以能够去看，像每一个投资组合的话，他们有他们所谓的 fact sheets， 他们的记录，他们在过去的10年，他们的 cycle 在面对所谓的像英国脱欧啊，像所谓的2018年的贸易战啊，还是2020年的疫情，他们怎么样去表现，他的抗跌力有多少，我就能够知道，这个 fund manager 这个投资组合经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因为他的记录是相当良好的。那这个就很关键。那股票基金其实也是一个投资方向，但是它是一个双面刃。怎么说？当我在买股票基金，就是说 ETF 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复制市场的走势。市场升1%，它就也同样的涨1%。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有些市场里面，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在亚洲国家，有一些公司是不在所谓的 index 里面。好比说我过去买一间 small cap player， 可是我用的是 KLCI 的 ETF 来买，我就错过这间公司。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经验很老道、一个很好的 record 的那些所谓的 active fund manager， 就帮你筛选。帮你选择这些公司来做投资的。而且一定要找这个有认证的、有执照的，这个很重要。不要在外面乱跟股入啊！这个我们还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好，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给我们提醒的吗？或者要补充的吗？如果说是2024年投资的做一个总结其实就是保持尽量好的现金流。因为我们不知道市场会发生什么事。每一次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投资每一次都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做的最好的决定。我们不知道，搞不好明天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那不要被这一些所谓的想法瞻前顾后，自己绑着自己走。你要知道的是，只要我能够投资是长期投资5年到10年的，今天的这个决定其实只是在洪流中的一个小决定而已。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适时的去做一个 rebalancing， 做一个 review， 去环顾你的投资，所以说做一些调整，这个就很需要你去咨询专人所谓的财务规划师的意见，这个很重要。对，找专人，找有合格的这个财务规划师，对，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iFAST 易丰集团投资顾问部的经理谭成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现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